好，接下來我們會關心到是美國經濟出事嘛？因為這是美國自己內部的經濟學家做的事情。他說，2026年經濟衰退幾率高達40%。另一方面，這個是確實存在的是，今年統計到11月為止哦，117萬員工被裁員，而且現在股市可能也會面臨危機嗎？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看是否拖垮美國的經濟。好，今天先來看到我們来看到川普到現在上任已經1年的時间了，美國經濟衰退的疑慮是越來越高，現在來到了最高點。因為呢，來自於彭博的經濟學家這邊也做了一個分析，川普就職前，大家認為說美國經濟衰退的幾率是20%，沒有想到真的在上任了之後，大家這個經濟學家就預估了，這個美國經濟衰退的幾率可能高達40%。穆迪更是認為明年經濟衰退啊，到達了42%，而現在看到的為什麼經濟會衰退，有列出了3個原因，包括了現在擔心的 AI 泡沫，還有年輕世代他們真的是沒有辦法很快速的找到工作，這些入門級的工作幾乎都消失了，而且白領的職缺也越來越少，加速了中產階級的焦慮。而且美國的就業市場現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叫做永久性的裁員時代。什麼意思呢？因為過去在美國做裁員的時候，通常是一波一波的这种大量的裁员，但是现在变成说不像过去这种大规模的裁员是比較頻繁，但是比較小規模的，一次可能裁員人數50人以下之類的。但是因為是這樣一波一波而且頻繁的，才會讓中產階級非常的不安。而且這邊做了一個統計，光是前11個月，美國裁員人數竟然高達了117萬人，這個年增幅啊，暴增到54%，光是11月份裁掉了7.1萬人，哪個行業受到影響最大呢？就是科技業，因為現在引入了 AI 的使用，所以科技業現在可以說是壓力最大的。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當 AI 取代了白領，還有永久性的裁員變成美國的常態之後，中產階級還敢消費嗎？大使怎麼看經濟？對，現在中產階級第一個消費能力減低了，因為美國通膨事實上的話，在很多特定的區域是相當的嚴重啊。那而且它這個通膨的這個品項也是都不一樣。不過整體來講的話，美國的通膨問題並沒有說完全的解除啊。那不過就是說，很多經濟這個學者的報告，其實美國今年的經濟啊，1到4月基本上它是一種所謂滾動式的下滑。那前4個月經濟不好，可是呢，其他的數據顯示，從4月底開始以後，一直到目前啊，美國的經濟基本上它是一個滾動式的在復甦。那當然，2026年是另外一個情況。可是呢，就是說今年大部分時間都在滾動式復甦的情況之下，從哪裡看出來？主要是從金融市場，還有就是大公司它的獲利跟股價這些反映出來，美國的經濟事實上在復甦。可是問題呢，這種所謂的滾動的復甦並沒有造成這個所謂的失業率的下降，反而造成失業率的提升。那這個就必須就是說有一點不太符合邏輯了。邏輯應該你經濟好像在復甦，你這個就業人口應該往上增，反而不增反降。所以呢，這就變成就是說，很多人就講說，這可能是美國一個經濟在結構性的在調整。那事實上，這個財富還有工作的性質也跟着在調整。那大家想到很自然就說，那這跟 AI 一定有關。那事實上的話，有個統計數字比較精確的，事實上的話，美國從2023年，如果說被裁掉的人員裡面有7萬個職務被很明確的可以證明，它是因為 AI 的這個被使用而造成這個職務被裁掉，大概7萬人。可是這裡面有117萬人丟掉了工作所以這個就變成就是說，可能造成這個丟掉工作最大原因是 AI，可是呢，還是有其他整個結構性的原因。那所以就變成這個是一個蠻複雜的。那這個117萬被裁掉的人裡面，那個產業別來說，最高這個行業就是科技業。中間有大概差不多17有15萬人都是屬於科技業的人。那可是別的行業是不是有被裁呢？也有，電信業、食品業、零售業、非營利組織、媒體都是裁員蠻多的。
那現在就是說，你剛剛講就是變成一種永久性的裁員時代啊，這個是讓很多白領階級相當感到壓力的。对，因為過去這個公司裁員都是一次很大規模的，一次裁掉6000、8000，像 Estée Lauder 最近有全世界裁掉6000人啊。他說這種模式現在漸漸沒有了，就是大的公司它基本上是滾動式的在裁員，它也不宣布，它可能就在調整啊，一次50个人、60个人。可是這個隨時在進行當中，它不是一種大規模的裁員，所以這個是一種新的現象。不過這種現象反而增加了，尤其白領階級啊，他在工作上哈，對於有可能失去工作的那樣子的一種心理壓力，那這個可能也變成是一種常態。不過現在有一個現象就是說，那結構性就是說，在這個裁員永久性裁員裡面啊，這裡面啊比例來講，中小企業遠高於大企業。也就是說，在這個美國的這個現在的這個產業結構裡面，大企業還是能夠穩定獲利。是，它在這個雇傭員工，中小企業的壓力越來越大。所以除了 AI 的因素，還有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對，當然了，雖然美國這個整體來說的話是滾動式復甦，不過美國的經濟要跟之前比是越來越糟糕。是，越來越糟糕的情況之下呢，它這個不可能會增加很多新的就業員額。那明年的話，又是預計是有41%是幾率認為是衰退。那美國明年的失業人數可能會增加。那在美國的這個一向是世界經濟火車頭之一啊，因為全世界的這個就是說這個整個的 GDP 裡面有34兆，30%是美國所創造的。所以美國如果感冒的話，全世界的經濟啊，那一定會打噴嚏。好，這個是剛剛特別我們 focus 關注在美國的就業市場的部分。那剛剛也說嘛，因為 AI 的興起，這當中受到影響比較大的是中小型企業，尤其是科技業。但是這些科技巨頭呢，現在為了獲利，卻是不擇手段。我們來看到路透社的最新踢爆是美國的臉書的母公司 Meta，為了維持它龐大的廣告收入，對大陸來源的這個詐騙、非法賭博廣告長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邊做了一個數據的統計 ，Meta 去年光是來自詐騙、非法賭博、色情等等違規內容的廣告收入超過30億美元，換算新台幣竟然高達了900多億元哎。怎麼看，幹哥？我這件事情是我最痛恨的，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 Meta 作為社群平台的領頭羊啊。然後祖克伯他竟然是這樣子的態度，你知道他們本來內部他們自己那個 FB 啊，現在叫 Meta，他們裡面的那個什麼，就是他們的那個有一個機制可以去幹嘛？可以把那種有嚴重詐騙的那種傾向的那個東西給抓出來，還有賭博、色情等等像這樣子的廣告，他們自己本身有一個機制，但是他們也要花錢去維持這樣的團隊啊，那所以說，其實老實講，他就不太願意去做這樣的事情。他認為說，我們既然是這個媒體嘛，那我們就應該要獲利嘛。那閱聽人應該有自己去辨別廣告的這個能力在裡面，而不是說要我們來先幫他當守門員。可是如果照你這樣子講的話，在自由市場裡面的一般的電視廣告啊，那是不是每一個國家啊，每一個這個不管是歐洲啊或者亞洲的國家，甚至美國啊，其實它的電視的審閱機制都一定要先排除像這一類的色情啊或者是賭博廣告嘛，對不對？可是 Meta 根本就是全部都照收，完全都照收。那所以說，你知道他去年啊，他既然在詐騙廣告裡面，他收了30億美金的高額利潤，但是大家要曉得，這中間有潛藏一個問題，就是說，因為其實來自中國的廣告現在是 Meta 最大的收入，它一年有180億，其中有30億，大約20%是這樣子的詐騙廣告。那如果你今天要去防堵這些廣告的話，就像我剛剛講的，那你公司自己本身要有一個團隊，你知道他們的團隊在去年發現他們的這個防火牆的機制做得很好，他們已經非常的，就是說降低了差不多有1半以上的這種色情廣告或詐騙廣告。可是突然祖克伯發了一個命令說，因為我們的誠信策略，所以說我們這個現在暫停
對於中國廣告的稽查。這什麼意思啊？我們聽不懂啊，這就有點饒舌。他的意思就是說，為了防止來自中國的廣告數量下降，所以說我們的這個誠信策略暫時不對他們做太嚴苛的檢驗。那造成的結果就是什麼？就是這些廣告再度死灰復燃。大家要知道，受害的大部分都是什麼？在美國的華人，在美國的華人的市場有多大？大家去想一想。所以這在全球都造成影響。我認為這個就是什麼？社群平台他們在獲利之後，完全都忘記了他們的初衷。這也是所有的像，不管是 Meta 啊、Google 啊、YouTube 啊這些軟體啊，在很多國家都受到厭惡、受到排斥。你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們只顧着獲利，而沒有想到他們對於人類社會所應該負的最起碼的責任。這個責任其實是你自己企業主要負擔的。所以我覺得像祖克伯這樣子的企業家，你只知道獲利，眼前，但是將來呢，總有一天你的親人也受到傷害的時候，你才會知道說要改弦易轍。我是覺得說像這種，它是一種很巨大的托拉斯，它會越來越大，像一個怪獸一樣。可是，一般的人民、一般的老百姓，要能夠分辨什麼是詐騙，什麼是對你有害的廣告，其實不是那麼容易。我覺得媒體守門人應該要負起這方面相關的責任，那也是他企業的責任。对，針對目前 Meta 的這個行為，被形容是這些大型科技業是否已經造成所謂的資本主義變形，所以造成今天這樣的一個現象。但我們現在看到，除了科技業有問題之外，我們來看到華爾街投行也非常的對於美國未來的經濟前景是非常的緊張的。在這個時候，他們出來示警了。明年最大的風險將是股市崩盤，直接引爆的經濟衰退。特別呢，華爾街投行提到了支撐美國目前消費的250萬名的超額退休族，什麼意思呢？就是他們在這個疫情爆發之後賺了非常多的錢之後狂消費，現在華爾街投行就是擔心說，一旦股市崩盤的話，這些人就沒有辦法大筆的做消費，將會重挫美國經濟嗎？上志哥怎麼看？我們知道，在美國的股市在今年年初開始，其實都被形容說很多黑天鵝的蛋，好多蛋，有大蛋有小蛋，就看哪個先孵出來哦。所以剛剛提到，到底是經濟衰退呢？美國政府的債務問題呢？還有包括現在 AI 是不是太集中了呢？好，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確定第三季的美股的部分是極震盪的，而且這震盪是創紀錄的。為什麼震盪？因為就是美股裡頭有好多的巨人。多的巨人跟空的巨人，大家真的是殺得死去活來哈，所以我們都知道，但核心為什麼？核心還是因為憂慮。如果說一片榮景的話，空頭沒有機會的，所以這個憂慮很深。就剛剛提到的這些，包括 AI 非常集中哈，而且現在要知道還有 ETF 加被普遍的運用，就使得這個盤跟大家動手，互相多空殺對方的武器很強。台北股市現在也是受到 ETF 很大的影響啊。好，話雖如此呢，但我們不得不說，雖然大家有很多在外面看衰，或者是覺得美國股市危險，各位還是要了解一件事情是。各位，美國華爾街股市可不是一般啊，它不是只有美國的資金，它有全世界，有穆斯林的資金，有歐洲所有有錢的資金，包括甚至中國的資金，所以全球的資金都在華爾街股市，不是那麼輕易能夠倒的。所以這個震盪的過程裡頭，其實再怎麼看衰 AI， 就像我們知道有很多人 AI 就撤資了，很多大巨人不投資了哈，也都知道。然後但是呢，你說他們不投資去投資什麼？其實就換手。科技類股還是很強，單我們講11月哈，這前後巴菲特就買了誰？買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大增值，他把蘋果賣掉很多，所以換手。不止巴菲特索羅斯也花了好多錢進來，而且還有抄底大王，是我還蠻喜歡的那個叫 David Tepper， 我想他每次很會抄底，他就抄英特爾，所以英特爾股價就都回來。所以我們要看的不是大環境結構沒有錯，股市、匯市股市、美股、美債跟匯市。但美股現在在震動，美債現在有很多的疑慮。但是我們講美國的匯市這點，美元現在基本上美國包括聯準會的部分在降
降息各方面還是拿捏得很穩的。所以现在就是說，如果美國匯市有動盪的情況之下的話，連帶美股跟美匯，所以大家為什麼那麼關注 FED 的原因在此。而且我們特別注意哦，過去美國匯市只有美元，但是因為現在虛擬幣開始跟美元整合在一起，裡頭穩定幣等等，所以讓整個美國的坦白講，它的這個貨幣的擴散性從實體到虛擬擴大了這個技術層面，它當然也動盪更大，但某方面它也可能有更多的支撐。除了美元在吸全世界的所有貨幣的這個匯差之外，也透過穩定幣在吸全世界的虛擬的匯差。所以美國當然有很多的風險，但千萬不要小看美國華爾街擁有全世界資本的實力。好，謝謝尚志哥，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